美媒宣传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高超音速无人机，究竟有何来头？为何称其为航母与隐身战机的克星？中国相关武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报道称，目前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建造高超音速无人机，那个国家并非是拥有超级军事大国之称的美国，而是其对手中国。原因是中国此前展出的无侦8无人机是一款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中国70周年阅兵式时，一架从未有媒体爆料的无人侦察机首次公开亮相，震惊了世界。这架无人机拥有科幻的外观，名为无侦8。而在此之前，关于无侦8的消息甚少，甚至不知道何时开始研制的。可想而知，这保密工作有多密不透风，也能看出这架无侦8的重要性。无人侦察机从一战后就已经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因其与侦察卫星相比，具有成本低、侦察地域控制灵活、地面目标分辨率高等特点。与有人侦察机比，具有可昼夜持续侦察的能力，不用考虑飞行员疲劳或伤亡的问题。特别在对敌方严密设防的重要地域实施侦察时，在有人无人机难以接近时，使用无人侦察机就能体现出其优越性。如今的21世纪，无人侦察机已成为了重要的空中侦察装备，为侦察卫星和有人侦察机起到了重要补充和增强手段的作用。二战后，各国都开始研发自己的无人侦察机。当时的无人侦察机有数种发展路线，一种是退役的飞机改装成为特殊研究或者是靶机，一种是以专门设计的小型无人机担任特殊的侦察或者试验任务，第三种是以小型无人机取代大型无人机。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无人机在担任侦察任务的角色上开始展露出它的灵活性与重要性。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就曾经大量使用无人机对高价值或者是防御严密的目标进行侦察工作，如此一来就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或者被俘虏的风险。日本也向美国采购了20架 QH-5， 部署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上。以色列当时的无人机侦察方面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前后与美国、瑞士等国家合作研发了第1代侦察兵、第2代先锋、第3代搜索者、猎犬、苍鹭、演示等。这些无人侦察机可以装载不同的侦察设备，在100公里到1000公里的范围内持续4小时到40小时的照相侦察、电子侦察、电视侦察或红外成像侦察。所获得的情报可直接通过无线电中继实时传回地面指挥。而中国最早的无人侦察机要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中国解放军击落了几架正在对中国大陆进行侦察任务的属于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火锋式无人侦察机。中国解放军缴获了一架保存相当完好的无人侦察机，并送往了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和仿制。也就是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成功地仿制了火锋无人机，并将其命名为无侦5。当时的无侦5是由一架母机运载和发射的，由降落伞进行回收。无侦5也曾在1979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使用过。在无侦8问世之前，无侦5一直作为中国唯一的远程无人侦察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上个世纪，美国提出了临近空间飞行器的概念。临近空间是指距离地面20到100公里的空域，而临近空间飞行器就是指只在或能在临近空间长期持续飞行的飞行器，或在临近空间飞行的高超速巡航飞行器。这一类飞行器是一种兼备战略威慑和实战应用能力的新概念武器，对于设置敌方、控制危机和战场优势具有重要的作用。美俄等军事大国都在竞相发展这一技术，无侦8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无侦8的问世，证明中国无人侦察机方面大跨步的创新，也让世界开启了大气层内侦察的新高度。无侦8是一款高速高空无人侦察机，根据相关资料，该机采用双发液体火箭发动机，是一型航空航天技术融合的新型临近空间装备，可在临近空间飞行完成侦察任务，并能自主返航。在这个高度上，不仅一般的战斗机和截击机无法拦截，绝大多数地空导弹也基本只能看着它飞，所以不会受到太多威胁。同时，在这个高度上，空气更稀薄，气动加热效果也会大幅减弱，速度也可以更快。
只不过也正是因为空气稀薄，一般的涡喷涡扇发动机也就无能为力了。冲压发动机研制难度也不小，避重就轻，还是使用液体火箭发动机更为合适。从外形上看，吴征八全身漆黑，采用大角度后掠三角翼设计，垂直尾翼位于三角翼的两端，机身整体非常狭长。由于采用火箭动力，其机身上没有进气道，其机背具有2个挂耳。因为吴征八作为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同时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时间相对较短，与美国的全球鹰低速无人侦察机不同，没有非常久的续航能力，所以可以由轰6N 战略轰炸机将无人侦察机挂载到合适的高空发射，不需要自行从后方机场起飞。值得一提的是，吴征八的气动布局采用的是成波体构型，与中国的东风17有些相似。成波体构型可以让飞行器前端具有附体激波，从而靠激波产生额外的升力，飞行器的阻力降低，升力增大，升阻比值变大，就有利于提高超音速飞行的能力。而吴征八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一架可以进行高超音速飞行的无人侦察机。中国在无人侦察机领域领先了世界一大步。至于该机型的作用，表面上就是实施空中侦察，有点类似于当年 SR-71， 但拥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强的隐蔽性。普遍的共识是，吴征八会作为侦察卫星的补充，可能会配有核孔径雷达，为远程打击武器提供精确的目标数据。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吴征八可以在茫茫大海上侦察锁定敌方的航母，帮助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实施打击。另外，战时一旦卫星被对方密集摧毁，那么吴征八将作为高灵活性和高生存性侦察手段，立刻补充卫星侦察的空缺。同时，一名中国解放军专家在学术报告中称，吴征八无人侦察机可以凭借高超音速飞行来对付美国的 F-22和 F-35等隐形战机。该专家认为，在近空作战，隐形技术显得捉襟见肘，任何隐形战斗机在发射导弹后都无法再继续隐藏自己。虽然 F-22可以在投弹后以2倍以上的音速快速撤离，但吴征八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追上它。吴征八速度如此之快，将无法像低速侦察机一样走马观花。那如何对敌方实施侦察呢？外界推测认为，吴征八凭借着高速能力，可轻松地飞到大气层外，对敌方地面设施进行侦察。结合我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吴征八将掌握敌方的一举一动，从而精确侦察到与敌方相关的军事情报。由于速度快、声线高，吴征八可执行穿透敌方防空网的侦察任务。即使面对防空系统完善的美国，吴征八也可以做到来去自由。总结来说，吴征八证明了高超音速无人机在军事应用上的潜力。虽然目前还有大量的技术问题没有攻克，但也证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以惊人的速度赶超，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强国。